把这个方块看不到的边都画出来。那么尖头是在这个位置的，靠后的；上臂是在这里的，前臂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样就好理解了。它在看不到的那个位置在哪里？这一点也很关键，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被遮挡的地方，那么就需要我们有这种想象力，能够想象出来，在看不到的那一侧，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感觉大家呢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个方块在空间中的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转笔刀，它是一个方体，前面插铅笔的这个我们把它当做是正面，然后就是顶面、侧面，这个就是后面。你可以把一个方体拿在手里边，你看这个人这个头，它是往这边偏一点，看不到太多的顶面，微微能看到这个角度，微微能看到一点这边的侧面，你就知道这个方体该怎么画了。那么它的胸腔呢，我能看到多少正面多少侧面？你拿一个差不多的方体在手上摆着，你看有很多同学把它画成这个样子啊，这是直的，直上直下的。那么你要先想这个胸腔它是什么状态？它是挺起来的。我们之前画标准角度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胸腔正常的状态下就是向上抬的，它是朝向上面的。那么在这张图里面，这个胸腔更往上抬了，肯定会更加的明显。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正面，然后往上抬一点。你有了这一个参考，你再画就比较简单了。骨盆但是一会儿在画的时候呢，手里都拿一个方体，可以是橡皮，也可以是充电器头，也可以是这个胶笔器。我们在概括的时候，先把这个人的大致的形先定一下，然后宽窄，这个上半身的朝向画腿，这边的腿，然后他这个头呢，微微的能看到一点这边的侧面，这边呢看不到，然后看到更多是它的正面，顶上和底下不容易看出来，可以先不用去管。然后它的正面和侧面，只要是判断好朝向以及正面和侧面的多少，你这个方体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它这个角度呢，正面看到的跟侧面差不多多，然后这一侧的画要更低一点。如果说把这个体块画出来的话，有可能看到这个画的底面，只是能够想象出来它正面的动态吧。它正面的画应该是这样，这边的高，这边的低，然后胸腔是这个角度的，肩和胯有一个反向，你看这边的这两个体块离得近，然后这两个体块这边呢离得远。这边的腿往外撇，往外撇的话呢，就能够看到上面的截面。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朝外的弧线，膝关节的正面，这边正面看不到，是一条线。这个手臂的柱体看到的就比较短了，那它的横截面肯定要更圆。肘部这里呢可以不用管，先不用管，先把这两个柱体画清楚、画明白，它怎么接一块也不用管。然后另一侧的，你像我们刚画这个标准角度的时候，讲了一个俯视，从俯视的角度看，肩头的这个位置是中间靠后，它在侧面的中间靠后的位置，从这里就有所体现了。如果它是在侧面的话，那么在这里应该是能看到，但实际上呢，在这张图里面看不到，因为它是在后边的，上臂也看不到。我们把这个看不到的部分呢给它画出来。如果是透视过去，把这个方块看不到的边都画出来，那么肩头是在这个位置的，靠后的，上臂是在这里的，前臂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样就好理解了。它在看不到的那个位置在哪里？这一点也很关键，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被遮挡的地方，那么就需要我们有这种想象力，能够想象的出来，在看不到的那一侧，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动态下，几乎呢看不到它的顶面，也看不到它的底面，大概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好，把它和胸腔一接，
看它就出来了。那么从正面来看的话，这个是胸腔，胸腔呢还有一个往后仰的一个动态，所以呢底面是能够看到的。然后从正面看的话，它的头，它正面脸应该就少一点。这个难度要稍大一点，你可以不用去这么练先，但是呢，你要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是空间想象能力比较好，你是可以根据一个图推算出它其他角度的大概样子。从正面看的话，这个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通过这个图能把这一步分析清楚，这个你离理解这个就不远了。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就是大家能够理解清楚这个啊。你看一个人，你先去判断他这三大体块的朝向分别有多少，朝向哪里，正面和侧面分别有多少，这是朝下的，这是朝上的，这是朝下的。要不先把这几个角度搞明白。刚才就是有很多同学画的时候呢，分不清这几个体块的朝向。你找个参考，有很多同学画的那个方体，它不像一个方体，面和面不清楚，就画扭曲了，画变形了。你拿一个方体参考一下，你就知道这个角度的方体该怎么画了，它是长什么样子。